哈喽，朋友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期内容绝对是你2026年做视频变现的核心干货。我会手把手拆解一个正在 YouTube 赚钱的历史频道模式，不用露脸，不用自己写文案，不用手动剪辑，靠3款 AI 工具就能复刻出同类爆款视频。不管你是零基础新手还是想转型的创作者，都能跟着做。建议先点赞加收藏加关注，防止刷着就找不到了。好，先给大家看一个真实案例，打消你的顾虑。为什么历史短视频适合新手？这是一个 YouTube 历史频道，随便点开一条视频播放量都是上万，最低的也是几万，最高达了412万。好，这个频道呢，目前它只有54个视频，它的订阅者已经有24.3万订阅了。它的视频制作的逻辑也非常的简单， AI 生成图片加 AI 配音加简单的画面移动，没有复杂的特效，没有真人出镜，新手完全能复刻。选历史赛道的3个核心原因呢，是新手一定要记牢：流量永恒，没有过时风险历史是全球观众不感兴趣的话题，不管是中国的历史或者是外国的一些历史像是罗马帝国灭亡、埃及法老之谜还有中国玄武门之变这些内容不会像热点一样过气，发出去几年后还会有人搜索观看。长尾流量能持续带来收益，内容自带吸引力，不用刻意蹭热点。好的历史故事里天然包含权力、战争、爱情、背叛、英雄主义这些抓人的元素。开头抛一个悬念，比如罗马帝国灭亡前的最后24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观众就会忍不住往下看。制作标准化， AI 能直接接管。历史视频有固定的结构，提出悬念，讲述故事脉络，分析原因，影响，总结提示。这个结构完美适合 AI 生成，不用你费脑想脚本，不用你找影片素材，全程靠工具就能搞定。做这个视频呢，只需要3款 AI 工具，我会把获取渠道加新手避坑要点都讲清楚。好，第一个，我们使用 ChatGPT 来生成脚本，它的作用是创意军师加脚本写手作用，生成选题，写口播脚本，写 AI 生图的提示词。获取的方式呢，有账号的朋友如果是免费版，功能也足够用，想提速可以升级成 Plus 版。好，没有账号的朋友，视频下方描述栏有独立账号购买链接，也可以买活猪账号，优先选独立账号，活猪账号容易被封号充值呢，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代充，我用的就是银河录像局代充，链接我也放在描述栏了。好，脚本生好之后，我们就需要生成高清历史场景图，根据脚本内容生成符合历史背景的图片比如罗马街道、古代战场、帝王宫殿这是视频的核心元素。好，视频的生成呢，我们就用这一款 InVideo AI。 好，一键合成生成视频新手首选。把 ChatGPT 写的脚本和生成的图片自动合成带配音、字幕、背景音乐的完整视频。好，这个工具呢，它的优势是不用下载安装，浏览器直接打开就能用，操作简单，全程拖拽点击，不用懂剪辑技巧。好，获取的方式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有专属注册链接手可以先免费试用，熟悉功能之后再考虑付费的。好，如果你想用免费的 AI 工具现在有很多的 AI 工具我们都可以使用接下来是最核心的实操环节，我会把每一步的操作细节、提示词模板、避坑要点都讲透。好，这边我会全程演示，新手可以跟着做。好，首先我们用 ChatGPT 定选题加写脚本。好，这一步是基础，选题选对了，流量就成功了一半。
好，这边我们让 GPT 生成热门选题。好，我们可以把我们刚刚看的这一个视频的这一个标题啊，把它复制下来。这边我们来到 GPT， 把这个标题粘贴到这一个对话框啊，然后我们请它列出10个在 YouTube 最受欢迎的世界历史短视频选题，要求故事性强，自带悬念，适合5到10分钟的视频讲述，避免太冷门的内容，优先选全球观众都熟悉的历史事件。好，这边我们发送给他。好，发送给 GPT 之后，它就开始帮我们分析，并在 YouTube 上搜索点击率高、讨论性强、全球观众有认知基础的一些类型啊，比如说故事型加悬念型的一些视频啊，而且它会避开冷门史料啊，有的可能一看标题就想点，看到一半都停不下来的这一方面的这一些内容。好，这边 GPT 帮我们写出了10个选题。第一个是罗马帝国是如何一步步自毁的，悬念点是世界最强帝国为什么不是被敌人打败的，看点是权力内斗、军阀、政治、经济崩溃啊。第二个是拿破仑从英雄到独裁者只差哪一步啊？这个是带一点悬念的，拯救法国人的，为什么最后被全欧洲围剿？看点是权力上瘾、战争豪赌、滑铁卢啊。爆点是人物命运反转极强啊。第三个是2战真正的转折点，真的不是诺曼底登陆啊，里面也有悬念，历史书可能骗了你。看点是斯大林格情、中途岛工业战争啊。这个看完之后，评论区肯定容易火起来啊，这个也是一个流量啊。第4个是成吉思汗，一个放牧少年如何征服半个世界啊，它的悬念点是冷兵器时代的极限扩张，看点是草原生存法则，残酷但高效的制度啊，这是一个全球受众通吃的，东西方都认的这一个放牧少年啊。下面的我就不一一讲解了，我们在这边选一个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题材。好，这边我们就选这一个，秦始皇统一6国真的只是暴政赢了战争吗？啊，它的悬念点是历史书只讲了一半，看点是制度设计、战争动员、时代红利啊，这个是中外观众都能看懂的这一个题材。好，我们就用这一个来作为这一个题材。好，我们把这个提示把它复制下来，帮我写一篇适合 YouTube 8分钟口播脚本。好，这里我们也要提出要求哈，要求开头30秒，抛出悬念，抓住观众注意力，中间故事啊脉搏清晰，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结尾有总结观点，引发观众评论，语言口语化，避免太学术的词汇。好，这边我们直接发送给他。好，这边 GPT 就帮我们写出了这一个口播脚本啊。第一个他就这样写，我们从小听到这版本的是这样的啊，秦始皇靠暴政、靠杀人、靠压榨百姓，硬生生打赢了6国。但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秦统一之前6国百姓逃去秦国的比逃出秦国的还多，你会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啊？一个人人痛恨的暴政国家，为什么反而成了当时最想移民的地方？好，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从时间顺序讲清楚一件事：统一6国真的只是残暴打赢了战争吗？啊，这一点就有了一个悬念开场。好，脚本写好之后，我们下一步我们就需要让 GPT 帮我们写分镜提示词啊，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步骤哈。好，这边我们这个图片的话，我们就让 Leonardo 帮我生成这个图片啊。好，这里我们这样来写，请为上面的脚本每一个段落生成对应的 Leonardo 提示词，要求包含具体人物、场景、色调啊，图片比例为16:9
16:9，适合 YouTube， 风格偏向写实，符合历史背景新手避坑提示词也一定要加上这个16:9图片比例不然生成的图片比例不对，放到视频里会变形我们也可以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把这个发送给他，GPT 就会严格按照我们刚才那一篇脚本段落的次序把每一段的对应的风格提示词全部拆好这里他写出来的这一个提示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直接来把它复制下来，打开 Leonardo AI 生成图片这里我们只需要图片复制这一个提示Leonardo 这一个提示用英文提示如果你使用中文的话，它可能出来的图片就有一点乱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英文提示来生成图片。好，这边我们直接把提示词复制粘贴过来。好，这边这一个图片它直接就给我们生成好了出来的图片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好，图片不满意的我们可以再次生成。好，我们所有的场景图提示词复制过来到 Leonardo 生成好了之后，所有场景图生成好了之后，下一步我们就需要生成视频。好，这边我们还是用这个 InVideo 来生成这一个视频。好，这里它生成的视频呢，它会有字幕、背景音乐也有转场效果。好，找到这一个图片转视频图片转为片段，也就是转为视频这里需要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图片上传上来，再添加它的一个动态提示。这边先添加图片从电脑上添加过来把动态提示词添加进去。好，视频的长度它这边可以生成1到8秒，这边我们直接生成一个8秒的视频长宽比还是选择16:9，然后点击生成片段。好，所有视频生成好了之后，下一步我们就需要去除视频里面的这些水印这边我们使用这一个人工智能增强工具把视频里面的这一个水印给它清除掉这个工具呢，它可以图像增强，也可以图像移除如果你的图片变模糊了生成出来是模糊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去除模糊的一些图像。好，这边这个水印就没有了。好，水印去除之后，我们点这右上角的下载按钮，把它下载下来。好，把所有需要处理的图片都上传上来，给它处理一下这个去水印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直接视频水印移除这是一个免费的 AI 工具。好，这个工具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图片和视频生成好了之后下一步我们就需要到剪映里面去把所有的这一个短视频做成一个连贯性的一个长视频这里还需要人物来讲述这一个脚本这边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Minimax。好，这边我们让 GPT 把这个对应的脚本统一写好就把里面的这些提示词先给它删除掉。好，这是一个口播的一个脚本。好，我们直接把这里面的这一个脚本把它复制下来。好，直接把它复制下来。好，来到 Minimax 把我们的脚本粘贴过来。好，点这里生成音频。好，音频生成好了之后，我们点这里下载按钮，把它下载下来。好，来到剪映，把我们的做好的视频全部导入进来。好，这里我们就需要把开头的一个视频到结尾的一个视频给它调整好。好，这边我们把这一个生成好的语音把它放到下边。好，中间这一个是我们生成的视频。好，再添加上我们的字幕。好，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视频就做好了。好，这个音频我都给它加速了一下。好，到这一步呢，我们这个完整的视频就做好了。好，这里我们需要加上这个语音还有字幕，这边我们就只需要把它导出就可以发布到各大平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做出来的这一个效果。秦始皇统一六国，真的只是暴政赢了战争吗？我们从小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秦始皇靠暴政、靠杀人、靠压榨百姓，硬生生打赢了六国。但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
在秦统一之前，六国百姓逃去秦国的比逃出秦国的还多。你会不会觉得哪里不对？一个人人痛恨的暴政国家，为什么反而成了当时最想移民的地方？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从时间顺序讲清楚一件事：秦统一六国真的只是残暴打赢了战争吗？我们先回到战国早期，很多人以为秦一开始就很强，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周朝眼里，秦是西边的边缘国家，文化不够正统，地理又偏远，经常被中原诸侯看不起。那时候真正强的是谁？齐、楚、魏，秦根本排不上号。那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的？答案只有2个字：变法。公元前356年，商鞅来到秦国，他干的事说白了就3点：第一，不看出身，只看能力，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农民，只要你立功就能拿地拿爵位。第二，法律说了算，不讲人情，贵族犯法一样处罚，在当时这是非常反人性的一件事。第三，把国家变成一台战争机器，种田是为了打仗，打仗是为了分地，分地又逼着更多人去种田去当兵。残不残酷？残酷，但效果呢极其有效。这里出现一个很关键但很少被讲的现象：战国后期，大量六国百姓主动迁到秦国。为什么？因为在六国，你是农民，一辈子就是农民，你没背景，再努力也翻不了身。但在秦国，你只要参军立功，是真的能改变命运。所以秦不是最温柔的国家，但它是当时最讲规则、最讲回报的国家。这也是秦国兵源为什么永远充足。再看六国这边，很多人以为是秦太残暴，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六国自己已经烂掉了，贵族内斗，权力世袭，将军怕担责，不敢打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赵国的李牧，明明是唯一能挡住秦的人，却被自己国家猜忌换掉，最后直接亡国。秦打赢战争并不只是因为他狠，而是对手已经没法打仗了。再说秦始皇本人，他继位之后并没有一上来就开战，而是先稳内部，再逐个击破，灭韩，再灭赵，再灭魏，最后楚、燕、齐，每一步都踩在六国最虚弱的时候。这不是疯子乱砍，这是非常冷静的战略判断。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秦统一六国真的只是暴政赢了战争吗？答案可能很不舒服。秦赢并不是因为他最残暴，而是因为他最早把国家变成了一套高效率系统。而六国输也不只是因为秦太狠，而是他们还活在旧时代。当然秦的问题也很明显，这套系统能打天下却守不住天下。你怎么看？你觉得秦的成功是制度的胜利，还是残酷换来的短暂辉煌？好，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图片素材或者是生成的视频不满意，我们也可以重新生成图片，再做成一个匹配的一个视频画面，替换进去。每个视频的画面建议长度5到10秒，这样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细节部分，让视频更专业。好，里面的讲解人声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声音比如说你比较喜欢女生更成熟一点的声音或者是换成低沉的纪录片男生，或者是换成理性的成熟女生这边我们都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声音。好，视频的背景音乐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喜欢的匹配这个视频的一个音乐可以选择一些无版权的音乐YouTube 的音乐库呢也有免费的无版权音乐。 AI 生成的这一个字幕大小、颜色、位置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变换。好，做这个视频的话，字幕一定要添加进去，可以添加一些比如战场场景的一些音效刀剑碰撞的一些音效去除水印的工具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因为很多这个免费的 AI 工具的话，它上面生成出来的视频都会有水印大家可以把这一个水印把它消除掉，再做成一个没有水印的一个视频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个画面给它调整到把它做一个调整，拖动画面位置把这个画面把它拖拽一下让其他这些画面完美遮住这一个水印有了这一个视频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封面图的话，我们也可以生成一个
符合这一个内容的一个封面图标题字体尽量选一个粗体颜色，选高对比度的，这样让观众在缩略图里一眼就能看到。好，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话，它里面的这一个内容因为它是很久以前的这个画面，它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说一些新手的话，他也能做出来。好，最后提醒，新手做好这2点才能长期赚钱。好，我们选细分领域，不要泛做历史。新手不要什么历史都做，建议选一个细分领域，比如欧洲中世纪史、中国古代帝王史、2战秘闻这样能吸引精准粉丝，更易变现持续更新内容，优化内容 ，AI 工具能帮你提高效率，但坚持更新才是关键。建议每周更新2到3条视频，根据视频的播放量、完播率调整选题或脚本风格，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好，今天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还有提示模板我都整理好了，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和置顶评论里，新手直接拿过去用就行如果这一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订阅加点赞，分享想一起做视频的朋友。我是小爱，专注分享 AI 技巧和一些 AI 工具。好，后期我会讲到如何利用 AI 工具制作历史短视频，历史短视频的受众群体和市场前景如何。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再见。